随着铅笔飞机阵型组成传送大门，女泰坦铅笔正式亮相。天降铅笔与团战发动机在线即兴表演指挥艺术。泰坦电视被08泰坦杀手武器命中，触及反弹，大逆风之下端掉厕所科学家机甲。难道这是他的狂暴模式 ？Hey guys，PZM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始终宇宙38集更新了，这次有6分半，距离上个特辑才几天，依然10分的高产。这集讲述了他的钻头、他的影响对抗巨型变种厕所外，对于基地内圈的战斗也有着刻画。厕所科学家与泰坦电视之间的战斗也备受瞩目，以及多个角色之间的演绎。最后，女泰坦铅笔的登场更是将这场战斗拉向了更高层面。请带着这些内容，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的细节。看前简介，视频内容难保有属于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的个小小的赞。在上集，随着他的钻头前后的来龙去脉理清，他的种种疑问也随之消散，最终解除误会，重归联盟的怀抱，再次与泰坦们站在一线。他与泰坦影响的对手则是基地外圈的巨型变种厕所。开篇就是回收预告片段，直接将预告分析的台词套用，在他们双向奔赴起跳之后正式开打。他的影响是高机动泰坦，他起跳的高度远超他的钻头，在纵身飞跃的过程中，泰坦影响掏出了巨斧，并打在了巨型变种厕所的头盔上，诠释了头盔的重要性。倘若没有这个防护措施，那这部分的战斗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集看完也没打完，虽然未命中头部，但巨型变种厕所因此遭受了一击，导致在空中失衡。趁势，他的钻头张嘴牢牢钳住了巨型变种厕所的手臂，在空中完成了接力，并原地旋转180度接惯性抛出。他的影响则在空中演奏产生音波，加大了巨型变种厕所掉落地面的冲击力，狠狠地吃了一地的灰。这套组合技打得很娴熟，不像是初次合作的场面，这无疑是心照不宣。但他们远远低估了这个对手。见掉落地面有了空档期，他的钻头当即飞扑过去，准备触发处决动画来夹断巨型变种厕所。不过他的钻头的准头有待提高，落空了。巨型变种厕所借机扬起两侧电锯，反将了他的钻头一军。好家伙，偷鸡不成18米。不过这产生的粒子特效有点奇怪，不太像是火花，倒像是一块一块的贴纸。在锯了片刻后，他的钻头终于想起了用手拉开，以此脱离了巨型变种厕所的攻击。但他还没有缓过神，巨型变种厕所将目光对准了他的尾巴，捡起来就是一顿甩，属于是你刚刚扔我半圈，现在我还你1圈半，稳赚不亏。被抛出了他的钻头，径直飞向了他的影响。见状，他的影响赶忙对牛弹琴，以此产生了道道声波来缓冲他的钻头，最后安然落地。不得不说，这个巨型变种厕所真的强，1v2还没有要败的征兆，不是泰坦胜是泰坦。他的影响飞了过去，才喜获增强的他，感觉又被打回了原形似的，继续滋水扫射。这些攻击打在巨型变种厕所身上，基本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应，要么就是泰坦影响攻击力太低，要么就是巨型变种厕所的防御力太高。不愧是关卡最后的守关大将。此时巨型变种厕所发现这些攻击对他没多大效果，随即从地上拾取了一块岩石砸给了泰坦影响，使其安静了一会儿。此时他的钻头钻地进入地下，使用了曾经对付泰坦监控的方法，从地底发起突袭，抓住目标双腿限制行动。很显然他成功了，进入地下的他的钻头才是真正的回到了本场。纵使巨型变种厕所如何挣扎也无法摆脱。他能想见机会来了，抡起巨斧准备问斩，但他忽略了巨型变种厕所还有一副带了牙套的好牙口，竟然可以抵住他的攻击，这太疯狂了。巨型变种厕所准备故技重施，再次使用电锯，却被他的影响一脚踹开。迫于巨型变种厕所有副好牙口，他的影响没法了，也不射击，就站在了挂机。此时他的钻头还在持续发力，他想将巨型变种厕所拉进地下，常来于此，但出于某种原因，巨型变种厕所还是重回到了地面，气得他是口吐芬芳。他的钻头也转了出来，可以看到他的头部头上有了红色污渍，这应该是巨型变种厕所流出的。还能看到之前的他被拉下时腿部有2块挡板，而此时这2块挡板已经残缺了。我猜测应该是他的钻头使用双手将其拉下去时，岩石与他的腿部摩擦导致划伤，再加上巨型变种厕所一直在试图挣脱他的钻头的控制，所以强制挣脱他的钻头双手后，因此流出滴到他的钻头脸上，也算情理之中。如果是他的钻头啃食导致的话，应该不会仅仅只是破坏了挡板这么简单。但无论如何操作，双泰坦依然没能解决掉这个单位，但至少预测对了，他们果然花费了1分半的时间来处理这个巨型变种厕所，其他的后续还要留给下集了。场地切换，来到了他的电视对阵厕所科学家的位置，看他的电视哗啦指导的动作，这应该也是无缝衔接的37集。不过奇怪的是，他的监控没有在后方出现，哪怕是后面的高低视角也没能看到。我猜测大概率是
是节约了制作成本。它的监控仅是在后面莱昂纳多贴脸处有出现，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08正在他的对面，且依然还在高墙之上，而这个视角08的对面空无一人，所以我由此猜测是节约了制作成本。不过话说回来，Dome Studio 这样做也不是一次两次的，经常使用各种镜头来规避穿帮，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制作剧集如此快的原因。回到剧集，他的电视走向厕所科学家，才吃了一发反推炮的厕所科学家被逼得步步后退，很难想象除了激光，他可能目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反击了才会有如此举动。但此时有很多机械厕所前来解围，目前来看是真的纯数量多了，一部分牵制他的监控，一部分来对付他的电视。但和事佬哪有那么好当？他们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他的电视提前伸手拿捏了第一个机械厕所，一个脖子右领轻松带走，紧接着子刀格挡住了第二个头部双重激光发射，再次带走。灵巧深知巧妙躲过了第三个的攻击，补上一拳直接带走。随后他的电视继续前进，走向厕所科学家，再次划拉子刀，顺便带走撞上刀刃的第四个，而第五个撞到了他的电视的五指山，通通带走。可以回顾一下。老登见状，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我跟你拼了！”高墙之上有一位旁观者，是08。好家伙，他现在扛着一挺比他身体大好几倍的武器，正在观察着他的电视和厕所科学家的对战。此时他拿出了对讲机，询问着莱昂纳多的情况。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08即将使用这把名为他的杀手的武器，也就是他扛着的这个。这应该就是08的特殊能力了，8成是个机炮师，这看起来很符合这个称呼。在准备就绪后，随着这把武器的各个部件开始活动，08操控着他的杀手瞄准了他的电视。此时可以看到他的电视依然还在处理机械厕所，而不是厕所科学家激光攻击他的电视，可见其源源不断的数量十分的多。就在08将要发射时，一阵飞机螺旋桨声传来，是铅笔飞机大军到了。本以为在这种泰坦战场中，就算铅笔飞机大军赶到，能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但随着他们接下来的举动直接反转了，只见最上面的飞机两侧有两个绿色的东西，其投射出了几道绿色能量光线，将下方的所有铅笔飞机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菱形四边形。紧接着，在这形状里面的空间产生了诡异波动，绿色光晕从中心开始汇聚，并逐渐明显。啥玩意儿？08发了疑问，但真的不能再容忍他思考更多，他不得不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下方的泰坦电视。随着短暂冲的瞄准，泰坦杀手发射出了一道红色能量光束，虽然射速较慢，但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的泰坦电视还是中招了。在这道能量攻击到泰坦电视时，可以看到它依然是通过核心来承载这道能量，不过在接触到时，似乎从哪里响起了警报声，一瞬之间，泰坦电视就被红色能量包裹。在这之后，它似乎被束缚了，能听到某种机械运转声渐渐慢了下来，或者说机体行动因此受到了强大的限制，宛如瘫痪似的行动起来非常困难。那么这把名为泰坦杀手的武器这样命名也就不无道理了。它的主要功能目前来看是限制而不是破坏，一般武器难以硬控或是破坏泰坦，那么软辅的重要性就可以突出了。现在它的电视基本无法有效行动，只能被动的开启屏幕保护。看到这一幕的厕所科学家别提多开心了，直接激光顶满发射，泰坦电视因此倒飞出去，但这个红色能量依然还在限制着泰坦电视，层层数码感使得它无法做出任何动作。城区的机械厕所一拥而上，他们试图就地拆解掉泰坦电视。回收预告图，仅用了2次的虚空枪在这里被拔下，十分的可惜。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坦电视却撤掉了屏幕保护。很快，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在无法做出任何举动且在被机械厕所逐步蚕食之下，泰坦电视的小宇宙爆发了，因此摆脱了泰坦杀手的迟滞状态，以及挣脱了全部机械厕所。但更匪夷所思的是，先撇除火焰不讲，它现在似乎有了施展晨光的特征，但却没有 THX 的音效。综合我有几个猜测：一，这可能是泰坦电视的狂暴模式。在之前Dome Studio曾透露过，泰坦电视也有狂暴模式，而狂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保护机制。或许先前的情况使得泰坦电视的状态触及到了这个限制，从而导致被动开启，效果就像是打了肾上腺素一般，无视任何痛苦，可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潜能。但这个也有反驳的地方，那就是他假设已经有了这个模式，那为什么在之前对付反泰坦时都被打下线了都没开启？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是它当时并没有时装这个功能，但从它的时装给它的电视恢复后，它的电视没有在30级到37级间有过升级或维修。所以关于狂暴模式，我想要么是细节漏洞，要么是中途改变设定强加，这点暂时目前存疑。可能2，众所周知电视人在释放光芒时都会伴随相关音效，而泰坦电视的红光就是 THX， 但现在假设使用的是晨光，就应该不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音效，可以参考铝电视之前的音效。目前来看，这个过程产生的音效是比较符合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周遭产生的火焰再加上滤镜导致屏幕出现相同反射光的可能。如果细致看的话，无论是泰坦电视的屏幕如何橙色，中间都有一些白色的痕迹，所以这点依然存疑。可能3，或许先前08的武器发射的能量过于庞大，导致泰坦电视一口气吃不下，无法立刻得到转换，所以憋了很久之后才得以消化并释放出了这股庞大的能量，由此身上的 buff 消失，周遭被火焰笼罩。但这点基本看不出这些火焰的源头是出自泰坦电视的哪里，很难想到是怎样的发射方式可以环绕四周，倒像是进入了霸体状态的同时震退了周遭一切地方单位。所以这3种可能是哪个？这很难猜测，他们也都有矛盾点，很难找出答案。你觉得哪个更有可能呢？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哦。我们继续，泰坦电视继续靠近厕所科学家，他所发出的声音都感觉有了失真，而厕所科学家因周遭产生的火焰环境温度高升到他都开始自燃了，纵使他使用音波，效果也变得很小，仅是让泰坦电视迟滞了片刻，厕所科学家直接一刀被贯穿，同时泰坦电视近身贴脸蓝白光照射，不知道这里的蓝光效果是不是跟传奇宇宙的电解对手一样。此时周遭本身充满了火焰，加上这个光芒的攻击，似乎加大了效果。单纯表现来看确实如此，如果更具体的效果，可能要单独使用来看了。没有承受多久，这具机甲好似消融了一般瘫倒了下去。不久后，泰坦电视拿到了厕所科学家的本体。08见状，他赶忙开始操纵他的武器，继续拉枪换弹。在枪械上的部件一系列活动后，08最终放了一颗橙色的球进去，很快他便瞄准发射，再次命中了泰坦电视，导致身体失衡摔倒。厕所科学家因此成功跑路，周围的火焰已经熄灭，机械厕所又来了。他看到瘫倒的泰坦电视，准备继续上前拆解，就在将要到达时被霰弹击退。第二个则是被一根黑色的铅笔爆头带走。解决机械厕所的人出现了，只见来者出现在高墙之上，他以碧绿色为主题，脚下有着氯气环绕，显然是横渡虚空而来。他应该是从先前的菱形传送洞口出来的，没想到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看外观是铝碳的铅笔人无疑了，可以数数他身上有多少笔，头上、背部、手腕等等。他的核心位于腹部，且明显不同于其他泰坦，甚至核心上都是笔，真的是集各种笔于一身的单位。08看到了也为之惊讶。厕所飞机大军开始出动，试图拿下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人。而铝碳的铅笔表现得很简单，上来就是直接启用核心，随着核心上的笔的笔尖汇聚于中心，很快一股绿色气体炸燃开来。不久后，铝碳的铅笔的面前出现了一架架飞机，他打算用这个画出来的假飞机去攻击真飞机。随着铝碳的铅笔大手一挥，这些画出来的飞机开始摆阵，在转身躲过一发飞弹后，他下令攻击。厕所方冲过来的飞机也随之一架架坠毁，他后背的也可以发射，但铝碳的铅笔的手段不止如此，哪怕是导弹发射使用了，立马也可以通过后背的笔再次画出来，这无疑是凤凰了。而发射的也不是单纯的导弹，在爆炸后还能实现人工降雨，十分的人心花，使得这些本地居民不得不苍忙逃窜。但覆盖式的铅笔头打击，再加上重力加速度的力量作用下，落地后产生的威力极大，足以直接贯穿机械厕所。能爬下来的泰坦电视爬了起来，他与铝碳的铅笔对视一眼后，继续向基地里处前进。好家伙，这看起来感觉里面的高墙还有好几层，希望不是层层套娃。这集到这个就结束了。不得不说，铝碳的铅笔无疑是将团战属性拉满了，清理杂兵方面上可以说是无泰坦可及，他甚至只需要站在原地就能完成这些操作。但出于有新手保护期，目前他强不代表以后强。根据 Jump Studio 透露，铝碳的铅笔也拥有狂暴模式，不过目前可能用不到。基本上泰坦人手一个底牌，碳的钻头的真实形态，碳的电池、碳的监控、铝碳的铅笔的狂暴模式，泰坦时钟的时间操控本身就是一个底牌，还有毁牌型的时间回溯，可谓强中强，王中王。不知道基错的啥时候才真正出现，目前来看应该不远了。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我是 Peaceman，我们下个视频再见。